大头儿子启动。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里是洛城啊。那么真的是好久不见啊，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断更一段时间，非常抱歉。那么这次回归也是给大家火急火燎加更一期大头儿子剧场版。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不是大家吐槽了大头儿子剧场版中的经典作品《秘密计划》和《一日成才》了吗？相信大家对于大头儿子一家平凡可爱的普通人生活也是留下了极大的震撼。那么今天咱们趁热打铁，再来品鉴一下大头儿子系列中评分最高的几部剧场版之一《完美爸爸》，来看看这部电影到底有多么优秀，荣获某瓣 5.0 的评分。那么视频开始前还是老规矩，求一波3连以及转发。由于 B 站机制的改版，现在转发也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吝啬你们的转发啊。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那么还是老惯例，咱们先来看看某瓣上大家对于这部动画的评价。首先是网友李红的评价，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都已经出到第4部了，这个 IP 简直是成年人心中的童年回忆，这是一部非常不错寓教于乐的动画电影，适合孩子和家长们观看。哇哦，看看这评价，看来这真的是一部非常合适的合家欢电影呢。咱们再来看看仰望星空的评价，在孩子的想象力遇上人工智能会碰撞出什么火花？这段话怎么读起来越来越眼熟？这不是复制了这部电影的简介吗？第一个字还打错了，还有你们这几位也是来组团复制简介来刷分的是吧？这话语跟机器人似的。不过我相信大家肯定不会因为请了点水军刷分，影响大家对于这部电影客观的真实评价。那么画面一进来，便是咱们的小头爸爸坐在电脑前熬夜赶工这整座城市的 AI 设计。不是小头爸爸，你之前不是桥梁工程师吗？怎么换了一部电影，职业就变成 AI 程序员了？难不成你大头儿子的故事还存在各个平行宇宙，现在是114514宇宙，职业也从之前的工程师变成了现在的程序员？如果这么想故事逻辑的话，还是非常严谨的。那么这天，咱们的小头爸爸也是因为熬夜赶工，错过了大头儿子非常重要的幼儿园家长开放日，最后迷迷糊糊的赶来，还惦记着他的那个程序，直接在大会上给大家讲起了2进制，把台下的观众听得一阵迷糊，直接昏迷了过去。小头爸爸的表演可谓是丢人丢到家了，完全比不过别人当官的、学武术的航天员的父亲，引得台下观众一阵嘘声。这可让大头儿子攀比父亲大失败，受到了众人的嘲笑。这可让咱们的头子爷不高兴了，拉着一张脸连生日都不想过了，就搁那生闷气。小头爸爸也没有办法，只能赔脸拿出生日蛋糕哄大头爷爷生日开心。可没想到的是，却被家中的坤坤挡住了脚步，一个不小心便把蛋糕也摔了个稀巴烂。这下可好了，大头儿子大拉个脸，就差眼泪流出来了。看到这个情景，小头爸爸赶忙拿出了生日礼物准备补救。但没想到的是，大头儿子想要的是价格几千的名牌吉他，而不是小头爸爸买的这个几百块钱的尤克里里。这下可把大头儿子肺都气炸，直接淌着眼泪就躲回了房间。那咱们宠溺无比的围裙妈妈见此也是非常着急，赶紧跟进了房间，安慰起了大头儿子，说着什么虽然你的小头爸爸干啥啥不行，办事也总是搞砸，但是我就喜欢他有一股爱钻研不服输的劲呀。我是没有见过这么夸自己老公的。反正就是在围裙妈妈一通安慰下，大头儿子勉为其难的压下怒火，给小头爸爸送上了一杯开水。小头爸爸见到这个场景，懂事了，那真的是万分高兴，拉着儿子就要分享一下他刚刚制作的 AI 程序。可咱们的大头儿子气得还没消呢，一听到 AI 就火冒三丈，转身便走。可小头爸爸偏不让，一番追逐下，水杯倾倒，电源停电，成果全完。见此情景，小头爸爸直接犯病，怒斥大头儿子的不懂事，把大头儿子骂得羞愧难当，心中暗暗积怨。就在此时，已经断电的 AI 程序居然重新启动了，询问着大头儿子他有什么愿望。大头儿子如实回答，我不想要现在的小头爸爸了，我想要一个完美的爸爸。好家伙，继一日成才过后，大头儿子又要换新爹了，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国漫第一孝子。于是就这样，在大头儿子的愿望下， AI 程序把他带入了虚拟世界。因为这里是虚拟世界，那自然什么都能诞生。而之前大头许下了想要一个完美爸爸的愿望，那么虚拟世界便会诞生一个完美的父亲。大头儿子想要啥就能变出啥，想要开演唱会就能开演唱会，
这里的爸爸无所不能，让大头儿子流连忘返。这更让他觉得现实里的小头爸爸是个废物，更不想要回去了。我是小头爸爸的话，直接打出6。你也不想想，现在这个 AI 程序是你小头爸爸创造出来的，你不记得他的好，搁着还嫌弃人家，属实是开怀大笑了。而就在大头儿子在虚拟世界玩得正嗨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大头一家人可是急疯了，怎么也找不到大头儿子去哪了。得亏咱们的鸡哥把事情的真相都看在眼里，关键时刻多次出手点明了通道的真相。而咱们的小头爸爸也不愧是电影里面调节气氛的活宝，刚进入虚拟世界没多久便模仿起了老八行为。哎，草莓味的，奥利给，干了兄弟们！费尽一番周折，小头爸爸终于找到了虚拟世界的2人，但此时的大头儿子还在气头上，现实里的小头爸爸哪有这里的完美爸爸好，二话不说便把小头给赶了出去。不过很快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了。由于经过几天的玩耍，再好玩的东西大头儿子也逐渐玩腻了，他便打算探索起这个世界的真相，回到现实世界。但这可触及到了完美爸爸的逆鳞，因为 AI 程序设置的过程中，完美爸爸就必须要拥有他的儿子。如果大头儿子走了，那他便不再是完美爸爸了，所以他不允许大头儿子离开。好家伙了，逻辑闭环属于是。于是他便制造了一个虚假的现实世界，蒙骗大头儿子。但咱们的聪明绝顶大头儿子怎么可能发现不了世界的真相呢？就在半夜，他越想越不对劲。今天的围裙妈妈对他太好了，这根本不符合常理。于是他很快展开调查，并发现了程序出现错误的鸡哥。好家伙，就算在这种虚拟世界中，鸡哥也能大显神威，快说谢谢鸡哥。得知了真相后的大头儿子很快便对完美爸爸展开了质疑，但完美爸爸听到大头儿子的质疑后却变了一副脸色，说的什么完美爸爸就一定要和大头儿子在一起，你永远也不准离开之类病娇的话，竟然把大头儿子吓到魂都丢了。于是很快他选择了认怂，君子报仇30年不晚，并且以和现实朋友沟通为由，联系上了被他屡次拒绝的好朋友棉花糖。以棉花糖和大头儿子的群聊为媒介，小头爸爸也是准备再次进入虚拟世界2度拯救大头儿子。在临行之前，他还千叮咛万嘱咐围裙妈妈一定要按照字条上的密码输入圆周率前20位，再按 ESC 键确认，开出逃出的通道。但我们的围裙妈妈是怎么做的呢？一听到邻居来借酱油，屁颠屁颠的就跑去送东西了，甚至还和邻居唠嗑上了。这可是你儿子丈夫生死攸关的时刻，你还能在这里聊天，我是真的服了。得亏关键时刻还是我们鸡哥识大局，赶忙提醒了围裙妈妈，这才想起来自己的儿子还处于危机关头。我只能说，这样子的一家人凑到一起是有理由的，给我血压都看上来了。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他在之前借酱油的过程中，把小头爸爸留下的纸条最后的 ESC 给弄脏了，于是他便忘得一干二净，准备试试运气赌一把。鸡哥那真的是拦都拦不住呀！只见围裙妈妈当场按下了回车键，非但没有开启通道，还把剩下的一家人都给传送进去了。哎呀，真的要把我看红温了！有鸡哥这么神的辅助都带不动，这游戏还怎么玩啊？于是没有办法，大家只能在虚拟世界和完美爸爸展开了最终的对决。几人上来便是一部尬得我脚趾抠地的变身，属实是辣眼睛，不能只让我一个人受罪。然而就算一群人变身了也没什么鸟用，只能轻轻砸冰，面对体型庞大的金鱼怪物毫无反抗之力。得亏关键时刻金鱼突然反水，攻击起了完美爸爸，直接把他打出了2阶段的名场面。你们真的以为一只金鱼就能困住我吗？我才是真正的控制者，我就是魔光，魔光就是我。What the fuck？哎呀，真的是看得我两眼一黑，差点就昏过去了。
最后的剧情又是熟悉的小头爸爸牺牲自我，替大头儿子争取时间，护送他们离开。痛，太痛了！小头爸爸，你为什么要离开我？没有你，我宁愿放弃这整个世界。那么故事的最后，创世的 AI 又落到了大头儿子面前，问他有什么愿望。大头儿子回答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要我的小头爸爸。于是就这样，小头爸爸便被 AI 魔方创造了出来，重新回归了他们的家庭，然后这整部电影就大团圆结局了。就离谱，这魔方创造出来的小头爸爸还是原来的小头爸爸吗？真的是把我看懵了呀。不论大头儿子怎么天崩开局逆天操作，反正故事的结局就是团圆美好。这整部电影真的给我三观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况且你这部电影从中期开始，我就感觉内容和国外大师尼尔盖曼创作的知名作品《假如我有完美妈妈》又称鬼妈妈的剧情如出一辙。一个是完美妈妈，一个是完美爸爸，除了故事深度以及作品的水准以外，我真的感觉这部电影就是照搬。非常抱歉，本视频可能有一些原因导致发生暂不翻。视频连接是需要，视频内容不会是自己自想去。不知道大家能给《完美爸爸》这部电影打出几分的评价？基于我对于《鬼妈妈》这部经典定格动画的喜爱，所以我决定把这部大头儿子评为有史以来第一部的 S 级烂片。这部大头儿子抄袭不注明，三观不正确，内容一塌糊涂，还标榜自己是适宜儿童健康成长的电影，属实是脸都不要了。我个人认为他有资格登上 S 级烂片的宝座，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那么气话也是说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洛城的视频的话，千万不要忘了一键3连加转发，点赞过3000或者转发过200的话，下周继续爆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拜拜。